Hello，各位看官，我是你们的视频博主胖僧。最近这几天啊，整个华语互联网真是被一个名字搅得天翻地覆、沸沸扬扬。那个人就是咱们的老朋友馆长陈之汉。哎呀，他这趟上海之行啊，简直就像一颗深水炸弹，咚的一声，把两岸的舆论池子给炸了个七荤八素、水花四溅。有人拍手叫好，说他打破了偏见。是啊，偏见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隔离在各自的小世界里。可也有人眉毛一挑，冷冷地抛出一句沦为统战样板，这话听着就扎心。这不，从他惊呼高铁平稳的那一刻起，到后来点赞厕所有门的奇葩言论，这场直播，我的天哪，到底是发自肺腑的真诚转变，还是精心编排的流量大戏？说真的，我现在脑子里就像一团乱麻，各种观点、情绪排山倒海般涌过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还记得上周吗？那个画面啊，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馆长陈之汉赫然现身上海的直播镜头前，身旁坐着那位前艺人汪小菲，两人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那一晚啊， YouTube 上的在线观看人数简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蹭蹭蹭往上窜，一度突破了43万。我的老天爷，这简直是刷新了台湾 YouTube 的历史记录啊！简直是现象级的爆炸。接下来的几天，他简直把直播镜头当成了眼睛，带大家一路看遍了上海，坐高铁，体验磁浮列车，逛商场，甚至连上厕所、看垃圾桶这样的日常小事都没放过。整个过程啊，热度居高不下。腾讯新闻都说，他每日累计观看量高达190万人次，这流量简直就是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可就在这流量狂欢的背后，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也冒了出来。我听说啊，四川有位笔杆子，就是那种不愿透露姓名的作家，他直言不讳地把馆长的上海行比作一场精湛的表演，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诗来讽刺。哎呀，那诗句听着就带刺儿：台湾变色龙，社会小爬虫，亲爹可以卖，只要当网红。这话说的有多狠，大家品品。这位作家解释说啊，过去咱们馆长那可是台湾公认的爱台抗中急先锋啊，甚至还对着中共破口大骂，力挺民主呢。可如今呢，在直播里，他竟然高呼什么上海发展超越台湾。这话一出，部分台湾网友和知识分子都炸锅了，包括我自己，心里也咯噔了一下。确实觉得馆长这次有点像变色龙啊。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他在直播里那表情、那语气，简直就是一出活生生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啊！他惊叹高铁座椅竟然有靠背，我的天哪！难道以前台湾高铁没靠背吗？他说厕所干净有门，这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公厕有门难道不是常识吗？还有什么送餐机器人、城市人情味浓之类的，言语之间简直就是把他过去对中国大陆所有的批判立场一股脑儿的给颠覆了个底朝天，摔了个稀巴烂。这种180度的大转弯，我的内心是错愕的，是复杂的。重庆那边呢，有位早期的泛蓝联盟成员叫张之行，他接受采访时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啊，他观察下来，馆长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坚定政治立场的网红，而是在权力面前左钻右迎，不择手段的追求名利的那种人。这话可真是毫不留情啊！他说馆长在台湾虽然粉丝众多，影响力不小，可一到了这种大场面前，精神上就矮了一截，完全是靠着谄媚过活。他还提到，大陆很多网友对馆长本人根本不感兴趣，反倒更认同八囧的观点。这话说的真是直指人心啊！说到底啊，这次大陆之旅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舆论海啸，绝不仅仅是因为那逆天的流量，更因为它揭示了馆长态度上那令人震惊的巨大转变。想当年，他可是长期标榜着反共抗中的金字招牌啊，无数次在节目里痛批中国大陆的制度，抨击人权议题，那言辞犀利的简直能把人扎出个窟窿来。可如今呢，这一趟他竟然在直播里卯足了劲儿的盛赞大陆的基础建设，连带着社会氛围都夸了个遍。我的天哪，这反差萌
简直让人直呼看不懂啊！那些细心的中国网友啊，就像显微镜一样，把馆长在高铁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都给扒拉出来了。他那句有靠也，哇，厕所里面有门，居然还有送餐机器人的惊呼，简直被奉为真香语录。在商场和民宅间穿梭时，他更是赞不绝口。什么上海连小区垃圾桶都智能化，人都很热情，甚至最后还感慨说大陆建设真的领先太多。这些话在我听来，除了觉得不可思议，还带着一丝丝的魔幻色彩，仿佛他看到的和我们一直以来了解的是两个平行世界。更厉害的是，馆长他居然还公开喊话了，他对着镜头语重心长地说，台湾人应该要多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要关在自己的茧房里。我的天哪，这简直就像一个导师在对学生语重心长的教导啊！他甚至还呼吁要恢复什么双城论坛之类的两岸交流机制，最后抛出了那句我们明明是自己人，为什么要吵架？这话一说出口，瞬间在两岸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觉得是肺腑之言，也有人觉得是别有用心。对此啊，贵州有位退休的黄老师傅，他对这个现象看得可透彻了。他跟我说啊，在两岸关系这盘大棋上，北京当局啊一向是玩转舆论的高手，他们不惜砸下重金，动用各种手段，就为了把台湾2300万人往他们所谓的统一目标上引。黄老师傅的话就像一束光，照亮了背后的逻辑。他说啊，馆长这次上海之行根本就不是他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庞大统战工程里的一颗小棋子，一个小小环节。在这个社交媒体算法主导的时代，自媒体啊简直就是最强大的统战工具之一。大陆那边啊对此心知肚明，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所以啊，他说台湾民众如果想真正搞懂馆长这个人，就必须先搞懂中共这盘大棋。这话说的真是醍醐灌顶啊，一针见血。馆长在上海的这一番言论，在大陆那边确实也收获了不少的肯定和赞誉。我看到有网友啊称他为民间和平大使，简直要把他捧上天了。还有人说他用实际体验粉碎谣言，认为他亲身直播，让更多台湾年轻人看到了大陆的真实面貌。这些声音啊，听起来确实是充满希望的。可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人对他的动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就像一个个福尔摩斯，开始琢磨这次行程是不是剧本安排，甚至有人直接说他是在演给台湾人看的。大陆微博上啊，有一位用户留言说的很有意思，看他在高铁上真诚点赞，那表情是被震到的，不像作秀。可也有人反驳说，厕所门和高铁靠背都是真的，但他被安排的太顺了，像软统战样板。这两种观点啊，就像两条并行的河流，各自流淌，互不相让。台湾这边的反应啊，更是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对立。露营的支持者们那简直是怒火中烧啊，直接指责他亲中卖台，说他被信息战洗脑了。我的天哪，这帽子扣得可真大呀！有网友更是阴阳怪气地讽刺他墙头草转得比风还快，简直比天气预报还准。甚至有人开始检举他的社群内容，说他涉嫌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呢，他对馆长这次赴大陆实况直播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他强调馆长是公开透明，大剌剌地告诉全台湾民众公开直播，这种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可民进党立法院总召集人柯建铭却不干了，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演这场戏。我的天哪，这简直是把整个事件都上升到了政治阴谋论的高度啊！他还批评这种行为是对台湾人民的非常大的侮辱。看看这观点碰撞的火花，简直要擦出电光火石了。我看到一些台湾年轻观众的留言也很有意思，有人说没想到大陆厕所都有门哎，我以前以为很脏，这话听着就让人心头一紧，可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刻板印象有多深。还有人说，这次看到上海的样子真的刷新我三观，这说明啊，亲身体验
还是能带来冲击的。可也有江苏的网友顾天芳告诉我，他觉得整个事儿都像个剧本导览。你看汪小菲宴请馆长吃龙虾的视频，背景音乐竟然响起《我爱你中国》，再加上中天电视台全程跟拍，哎呀，这所有的细节凑在一起，还真让人浮想联翩，不由得怀疑这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就像一部精心设计的剧本。馆长这次上海之行，就像一面照妖镜，带来了庞大的流量和空前的舆论关注。可更重要的是，它也清晰地折射出两岸在彼此认知上那道深不见底的巨大鸿沟。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对方，但实际上呢，我们可能都活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被各种滤镜和预设立场蒙蔽了双眼。最近啊，我在微信、抖音这些平台上也看到不少台湾账号发布各种视频，展现台湾社会的文明和人文关怀。比如啊，有中学生操练花枪，那姿态，那精气神，简直让人眼前一亮。还有捷运车厢门口，服务员细心地协助轮椅或失明乘客上下车，那画面透着一股暖暖的人情味儿。月台上，客服人员井然有序地维持秩序，保障高铁安全运行。这些细节啊，都让大陆网友连连点赞，甚至有人在评论区感慨，这才是我想要的制度。尤其是台湾的健保制度，全球最棒。你看，同样的自媒体，同样的直播，呈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面相。浙江的学子陆豪说得好啊，他说陈之汉扮演的究竟是和平使者，是那个用亲身经历打破隔阂的使者吗？还是一个纯粹的流量艺人，为了点击率和曝光量不择手段？亦或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下扮演着朝贡角色的人物？我的天哪，这三个问题就像三把刀，直插人心。他说，答案或许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趟旅行就像一个放大镜，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这个真真假假、立场分裂的舆论场中，一次真相式的转弯，激起的不只是掌声，还有那雷鸣般的质疑声。而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学会戴上自己的批判性思维眼镜，擦亮双眼，去伪存真，才能真正看清这个复杂的世界。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